环球大探险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雨。今天网络独播版本时间，我们邀请到蔡正元，蔡委员好。美丽的市民好，我们各位网络上的朋友们，大家好。好，委员来，我们来看看这一台三折机。委员你要自己秀好了，你自己秀啊，真的哦，对，那你玩，第一次拿到怎么开呀？哦，这样子，这样两折，那第三折，哦，哎呀，哇，这样子大家看到了吗？对，好漂亮哦，还不错哈，很美耶。那这个好像可以搬下来，这个放在这样上面，我也不太会，没关系，尽量玩，给你玩。不行啊，这个那么贵，我很怕弄坏它没关系，不用赔。委员在什么时候拿到的？就是上个礼拜五。哦，你已经试过它的各种功能了？还没，这很漂亮还没有。这个算是1、2、3、4、6角形的嘛？6角形的这个设计，对啊8角，不是8角。为什么会选红色？喜气洋洋啊！哦，OK，喜气洋洋。它底色比这个还红，这是壳而已。哦，我以为你是刚拿到，对不对？刚拿到，所以还没有试太多的功能。还没有。那你要不要来试一周之后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一说来看功能怎么用。那个感受度。OK， 好。如果我就刚才那个荧幕放开，然后我看到它那个轴的那边，我是觉得是非常顺，而且打开来几乎是没有痕迹的，这个是我觉得比较惊艳的地方。对，这应该也是它最困难的地方。对，没错。恭喜委员终于拿到啦！对，还不错。那来问委员了，这一次的美国总统大选，你觉得有没有让你有点惊讶？其实委员知道川普会赢但是你我很早就说川普会赢。对，但是你有想到赢这么多吗？那我没有去关心参众两院，凭良心讲我没有，我比较关心美国总统的选举哈。那我大概是今年年初我就说川普会赢了。对啊。对，那一直虽然起起伏伏民调，我从来没有改变过这个判断。对。那原因在哪里？因为我们这种经济学家出身或者又有交易员背景的，我习惯用结构分析，就是选民结构到底有没有改变。选民结构如果没有改变的话，那大概就是他的投票倾向就不会变动。那我怎么算都不会改变啊。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贺锦丽主打妇女人权，有那么多妇女家里要堕胎的嘛，比例很小。议题的这个，那她自己找不到工作，她老公找不到工作，这个是不是每天要面对的问题？小孩学费很贵，是不是面对没问题？那你要找一个帮你解决这个问题，还是帮你解决女生上厕所问题的人？还有呢，这个美国民主党走向的新左派的路线是很糟糕的。比如说，你是男生是女生，你自己认定，不用政府认定，不用医学机构认定。如果你认定你是男生，你就可以到男厕所。我如果认定我是女生，我就上女厕所。那请问你家里有女儿的爸爸会不会很担心？可是民主党觉得这是人权，我可以自己决定，我自认为我是什么，不需要医生来鉴定。那所以 LGBT 的权利就被放大了。老百姓会觉得，那我的权利呢？而且美国选民其实应该才是相对比较保守的一批嘛。毕竟理论上是这样子啦，但是问题就是说，他是接受 LGBT 的权利，似乎已经到了很多人觉得夸张了。就是这个想法，他们觉得太过于新颖。对比如说，不止新颖，他觉得似乎在政治上有需要到这种地步嘛。了解。那再来说，那个抢劫零元购900块不够啊，1800的。零元购这个事情蛮夸张的。这民主党觉得是理所当然啊。他为什么要抢这种小额的？就是因为他的经济不好。那为什么经济不好？因为社会压迫。因为社会压迫，所以我们要原谅他。那社会是谁？是你吗？你当然不服气啊。对，所以变成这个一个我们叫套逻辑。就是一套接一套的自成的系统。可是这选民不买单啊，他觉得我价格油那么贵，你不帮我解决这个问题，你就跟我讲这个议题，我能听得进去吗？如果我现在很有钱，每个日子过得很好，大家好吧，厕所多盖一个，对不对？好吧，那就女生厕所让一些看起来像男生的人进去，我都可以容忍。现在一看，
我明天才有烟米酱醋茶，我这个房租要交，我水电费要交，我房子买不起，那我可能哪一天会流落街头，你跟我谈这个，我到底选哪一个总统？这个在选民结构。他说我选民决定我投票行为一定是跟我切身问题有关系的。那非法移民，全世界，请问你台湾能接受非法移民吗？日本能吗？那为什么要我美国接受非法移民？这是民主人权，世界自由，还能丢你石头，对不对？而且如果非法移民刚开始说美国接受非法移民说，我劳工缺，这里又缺，像我失业率那么高，你告诉我非法移民可以接受？连台湾都没有接受，很多台湾人讲跟美国讲都吐大草，台湾可不可以接受？每个人都闭嘴。中国大陆也不能接受啊，对不对？大概只有我们叫形容一篇叫大白左，就是这个道理。好了，不管这些东西，那反正川普当选了，我是根据这种选民结构的需求，不会因为说候选人讲错话或者是什么讲对话我就改变投票意向，不是没有，那个都是媒体上在炒作的话题。那选民老型仔仔啊，对不对？他以为说 Beyonce 唱个歌还是那个谁啊，那个什么 Taylor Swift 出来喊一喊就有票。我听你唱歌我要花钱的对不对？我还听你投票，对不对？你告诉我你不用付钱了，我就 Taylor Swift 在被邀请呐喊，对，还有那个 Oprah 有没有？我看你电视机也要买那个什么那个网路费好不好？对不对？所以这个我就觉得不现实了。委员帮我们提到的这个全部的重点，其实很多都是回归到美国人现在最有感的就是经济。那我们就来请委员经济学家来帮我们看看这一场选举现在已经大势已定了，就是川普。那之后的这个经济整个走向，包括在这个金融商品上面，哪一些商品会是比较不利，哪些是比较好的？今天我们请委员来帮我们做一次的分析。确实，川普选上之后，华尔街早就已经上演庆祝行情了。这个道琼股市涨幅1500点，创下了新高。不是道琼股市，是标普啦。道琼道琼飙涨1500点，1500点好像5%而已吧。创新高是1896年以来最高，2%还是3%嘛？非常高。一天，不过不用开心哦，这个叫做烟火秀，放完就没有了，真的是烟火秀。我跟你解释因为大家预期说川普有几个政策可能会有利于一些比较有钱人的股票、高价股，所以会看得上 NVIDIA 会涨。第二个，他会强调对于这个 AI 的美国制造，所以 NVIDIA 当然会涨。可是另外一方面它要打压在海外制造的产品，比如说苹果在海外制造，所以苹果今天股票跌了嘛。因为中国大陆帮这个苹果制造手机啊等等，那它进入美国就要课高关税，没错，据说是60%。那60%到底苹果要负担多少？台积电负担多少？鸿海负担多少？这个还不知道啊。可是不管37、21，总是股价不会涨嘛，就先卖了再说嘛。然后这个像那个 Facebook 也会跌，为什么会跌？因为他都把钱藏在爱尔兰，先说我要课税，是因为这样子对呀，这个逻辑是很清楚的嘛，对不对？我当然课你税嘛，对不对？那有些股票他说那个什么哪有什么气候变迁，哪有什么排碳问题啊？我干嘛要奖励那些什么绿能？对，绿能、太阳能、光电板所以太阳能光一切惨绿的全部跌。我讲错了，美国绿是表示涨，台湾绿是表示跌，台湾是跌。是完全反过来，所以刚好委员帮我们提到这个，其实就讲到一些重点，就是有这个外媒 Euronews 做了这个经济上面会涨会跌的5大重点。那他说提到了会跌的部分，就是委员刚刚帮我们提到的绿能嘛，然后还有他说欧元、美国国债、德国汽车，这个我想要特别来了解，想请教委员的就是大陆的股市，因为刚刚说了面临到高关税，所以大陆股市接下来可能会再面临下一波承压吗？慢压是一定有啦因为你要知道嘛，这个光电板的价格会下跌，台湾的所有绿能也会下跌，因为什么？表示中国大陆的那个光电板的相关绿能产品就会供给过剩，因为少了美国这个买家，当然全世界会多出差不多10%的超额的产量，这超额产量，台湾的价格会跌，全部都会跌所以这个大家不用去考虑，所以避开绿能产品。所以今天云豹也跌了嘛，然后云豹也重挫。委员讲的那个时间点才是好的，然后现在你看出现了一些，我讲的时候那很便宜啊，对不对？不买啊，对，我今天还没有跌到我讲的那个价位，还会再跌就对了，是不是？短期内啦那银行股会涨银行股为什么会涨美国银行股在讲美国银行股为什么会涨，它放松管制啊。
以前强迫银行股增资多少啊？强迫银行股说要什么符合巴塞尔协定2号规定啊等等，那川普说哪需要所以慢慢来了，所以这银行股放松。然后他说，美国要成为比特币最大的这个加密货币国啊，比特币也是狂涨啊，对不对？飙10%。哎，对对，那那个帮这个川普付了很多钱的那个马斯克，特斯拉也涨啊，对不对？这种都是短线的烟火秀了哈。但是基本上全世界的经济我不看好，原因在哪里哈？全世界都不看好，都不看好，理由在哪里？因为美国课高关税，你说中国要不要报复？象征性也要报复嘛。欧盟要不要报复？加拿大要不要报复？所以会产生一个现象，就是说世界的贸易量会缩小，全世界的贸易量会缩小，全世界的贸易量会缩小的时候，属于贸易带动成长的这一部分，注意到很多经济成长是靠贸易带动的，比如说中国大陆外销带动经济成长，那有14% 卖到美国去，那这一部分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因此呢，全世界的平均总贸易量下降，整个世界经济成长率就会下滑，而且是大幅下降哦。这个贸易量不一定会大幅。我说贸易量啊，贸易量，贸易量会下幅不少，可是是不是直接转到 GDP 还不太一定，还不太一定。所以中国大陆不是现在开人大会准备说，我准备10万亿刺激经济，就是我用内需来补我这个外销短缺的那一部分。但我还没看到他10万亿要花什么，所以我不确定他能够补多少对对。这个是要再研究一下，因为先看到药的内容，还知道给病人吃嘛。对啊。那我是建议大家，美国的股票短线可以追一下，好，然后但是长线还是要跑。为什么？不一定要跑啊，对不对？因为你很简单啊，所以中国大陆说，哦，你克我，那我克你特斯拉。那特斯拉就Elon Musk 就跑去北京跟那个习近平跟李强塞奶，哎呀，这个强哥啊，强哥来，晋平兄啊，对不对？我现在总该塞奶一下嘛，对不对？那个我帮你跟那个川普两边沟通一下啦，那可不可以关税不要课那么多，用什么东西互相大家切磋一下？那是最惨的是加拿大跟欧盟。加拿大股票绝对不要碰。为什么？川普他不管左邻右舍、亲戚朋友、亲兄弟明算账，对不起，加拿大就要课重税，晕倒。墨西哥还好，墨西哥很多穷的摩擦，加拿大本来很有钱的对不对？好，所以这一刻下来加拿大就很惨。欧盟也一样，刚跟中国说我要加你汽车关税，现在欧盟可能跟中国讨救兵了。为什么？他东西卖不到美国去啦，总该转一部分到中国来啊。中国你有那么大的财政预算呢，要想办法刺激内需，让我多卖一点给你啊。那这样怎么谈高关税还好意思跟中国课高关税吗？中国说我白人力不是不买了，我牛奶奶粉不买了，我说欧盟的政治家晕倒，我跟你讲。委员觉得说，那现在对于全球几乎都有影响，不管是经济或者是金融市场。刚刚听委员的意思是说，长线来看都是不好的。所以明年的关键是叫衰退是啊，就这个结果还用这个我跟你讲已经预测好了，是不是？我跟你保证就是一定衰退了，大家心里要准备按时你准备对，要先准备，不要随便跟老板要求加薪。为什么笑到都咳嗽了，委员？不是，我就觉得这个实在是看到他这样当选所以我跟你讲过嘛，我100%预测川普会当选，可是我喜欢贺锦丽当选。有你说过，对，因为他就是一个善良的草包，他不会做坏事。现在美国最好有个总统就什么事都不会做最好对。可是偏偏哪一个这样的人，那也没办法。那我觉得你刚刚是说都会衰退嘛，包括大陆市场应该也是会承受蛮严重的压力，成长率就不是那么亮丽了。对，那我2个问题，我们简单答就好。第一个就是今年有没有望保大陆的部分，第二个就是说，那刚刚说这个10兆的金额在中国大陆的部分要刺激国内经济，那有没有办法达到一些效果？不，今年在12月底以前或者甚至在2月3月底以前中国大陆的出口会非常畅旺在这个时候赶快出口是不是？不是，赶快进货啊！如果你是沃尔玛的，你就义乌这个老板，我以前订两这个柜子我现在加10个柜子，你赶快送过来，你赶快进来，再开始课税之前。所以我跟你讲，中国大陆的一些朋友们企业界的朋友们你们今年别想过年加班出货，赶着关税来之前赶快对不对
全世界会抢中国的货，可到明年就大家就要喘气啦。对。那第二个是那个10兆元到底有没有办法救？一定有这一笔钱到市场的需求的话，订单下来一定有帮助。可是我不晓得他订单下到哪里去啊，我还看不出来啊。他现在说给银行、给地方政府，但怎么给？那花在哪里？我跟大陆的朋友讲，上一次会产生房地产危机，就是银行在拨款的时候没有去控管这些房地产厂商把钱用到哪里去，这才出现这个问题。那就是全世界我一直骂了好几年，大陆还不听我话，现在惹祸上身了。然后在最紧急又错了，就是应该让它 soft landing 软着陆，就他用3条红线把它硬着陆，一下统统垮了，对不对？那结果你不要有房地产垮，大家很开心，我会买便宜房子，因为大家更没钱买啦。那接下来是什么？地方政府也没钱啦，那银行也没钱啦，所以变成恶性循环，现在才掏10万亿去解决这个问题嘛。可是我还没有看到他到底细部上怎么弄，就是说政府花钱为国家来解决问题不是坏事，但是要问说这点药下去有多大的药效。好，今天非常谢谢委员。那看来这个市场我们得持续再观察下去了。今天谢谢委员来参加我们的独播间，针对了经济层面，给大家更多的参考。明年的2个字衰退，大家先记在心上，好不好？有什么样的投资布局，开始做一些的调整等等的。今天谢谢委员，好，晚上9点我们正片见喽，拜拜。